這是極其深刻的問題，直指所有投資紀律的根源動機。苦地不是投資的障礙，而是投資紀律得以存在的第一块基石。沒有對苦的深刻認知，所謂的紀律只是無根之木，一遇風浪，市場波動便會倒塌。什麼是苦地？苦地不是叫人悲觀，而是指出人生本來就有苦，因為有不如意。在投資上也一模一樣，股價不会照你想的走，盤勢會震盪，心情會焦慮，好股票也会回盪，你的情緒、貪心與恐懼都會讓你痛苦。苦地就是先承認這些痛苦是存在的，是必然的。苦地與投資紀律的關聯。紀律的起點就是正確認知，苦是必然。很多人沒有紀律，是因為心裡想，股價應該漲，市場應該照我預期，我應該可以一直賺錢，回盪不應該發生。一旦應該破滅時，情緒就會爆炸，行為是破紀律。但若你認知回盪是正常，賠錢是必經，盤很亂是常態，情緒波動是自然，你的紀律反而更穩。接受苦後，你才會建立方法，因為你知道市場會苦，所以你才會設停損、控部位、做記錄、看大盤數據、遵守策略，不亂槍拔尿。紀律是因為你知道市場本來就苦，所以才需要。紀律的目的就是在面對苦時不亂。你有了紀律，就能盤勢大跌時，你照計劃執行；市場狂漲時，不會追高；股價震盪時，不受情緒拉着走；報酬變少時，你還是按原則操作。紀律就是在苦裡卻保持不亂。因此，苦地告訴你，市場一定會苦；投資紀律告訴你，你不能因為苦而亂。投資不是為了躲避痛苦，而是培養面對痛苦時不亂的能力。這就是苦地乘投資紀律的最強結合。我們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堅硬的土壤與唯一的樹苗。想象市場的本質是一片堅硬、充滿碎石、時而乾旱、時而暴雨的土地。這就是苦地，它描述了這片土地的客觀現實。在這裡種植，注定艱難，收成不確定，且充滿挑戰。否認苦地的人，他們幻想這是一片鬆軟、肥沃、永遠風調雨順的樂土。他們的紀律是隨性的，隨便撒種，不修水渠，不築籬笆，因為他們相信種下去自然就會長。結果當第一場乾旱或暴雨來臨，他們的作物全數死亡。他們會歸咎於天氣不好或運氣太差，而非自己的準備不足。深刻理解苦地的人，他們首先如實看見這土地就是這麼樣，天氣就是這麼無常。他們接受了這個現實，不再幻想。正因為看清了現實的艱難，他們才會問，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，我該如何種出東西來？於是投資紀律成為唯一答案。因為土地硬，市場無常，所以需要深掘與深耕的紀律，深入研究，長期持有。因為天气无常，波動剧烈，所以需要修建水庫與排水系統的紀律，資產配置，風險控管。因為有蟲害受患，市場噪音與情緒，所以需要堅固籬笆的紀律，不聽信謠言，不衝動交易。苦地與紀律的關係說明：苦地是診斷，紀律是處方。苦地診斷出病症，你的財務痛苦源於市場的無常外部，和你被貪婪恐懼驅動的決策內部。投資紀律就是那張嚴格的處方簽，想要康復，你必須按時服藥，定期定額，忌口不碰不懂的東西，復健持續學習。苦地揭示了不守紀律的代價，從而賦予紀律以必要性。如果不知道亂吃會生命苦，你就不會認為忌口紀律是必要的。在投資中，苦地通過歷史數據和案例，殘酷地展示了沒有紀律的投資者，長期來看幾乎注定虧損或平庸。這讓你從心底接受，紀律不是一種選擇，而是一種生存必須。苦地將紀律從外在束縛轉變為內在護甲。不理解苦地時，紀律是別人、專家、書籍強加給你的規則，感覺很憋屈。理解苦地後，
你會明白，紀律是你為了保護自己，免受市場這片苦海吞噬，而主動披上的智慧鎧甲。你不再覺得被束縛，反而感到安全。總之，苦地與投資紀律的關係是認清現實與基於現實採取最有行動的關係。苦地認清現實，市場如戰場，這裡充滿風險苦，而你的敵人首先是自己的情緒，即投資紀律最有行動。因此，我要像一個訓練有素的士兵一樣，制定作戰計劃，資產配置，嚴格執行買賣紀律，管理好我的後勤與心態，資金與情緒管理。最終，對苦地的深刻接納，不會讓你消極避世，反而會激發你最理性、最堅韌的投資紀律。因為你知道，這不是在玩遊戲，這是在一片充滿挑戰的土地上，用心智與行動，為自己的財富與未來，開闢一條穩健道路的嚴肅修行。下面用2個非常生活化的故事來說明苦地乘以投資紀律。故事1：老和尚與小投資人。有位小投資人每天盯着股價，心情跟住上下震荡。一天，他實在受不了了，跑去山上找老和尚。第1幕：市场的苦。小投資人抱怨：師父，市場忽上忽下，我每天都快被折磨死了。大跌很苦，賠錢很苦，錯過更苦，不知道該不該賣也很苦。老和尚淡淡的笑：孩子，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，因為市場本來就苦。小投資人皺眉：什麼意思？難道不應該是賺錢嗎？老和尚搖頭：世間無常，股票也無常，你把不苦當成理所當然，所以一苦就痛。第2幕：承認苦，苦就會減少。老和尚端來熱茶，說：喝茶會燙，所以你知道要吹一吹才喝，但你投資時卻忘記市場會燙。小投資人愣住，老和尚繼續：若你先承認回檔是必然，錯判是必然，情緒會波動是必然，那麼苦就少一半了。第3幕：紀律就是因苦的工具。小投資人問：既然市場會苦，那我該怎麼辦？老和尚拿出3樣東西，一把尺，一支筆，一條繩。小投資人更加困惑。老和尚說：尺是界限、停損、停利、部位管理；筆是記錄，寫下你的錯誤、策略、心得；繩是綁住自己用的，市場瘋狂時不讓自己亂動。這3樣就是你的投資紀律。第4幕：真正的自由。小投資人驚訝：原來紀律是這樣來的，不是讓自己痛苦。老和尚笑着說：不，紀律不是束縛，是解脫，因為它讓你在苦裡不再亂。懂得苦，你就不會怪市場；有了紀律，你就不會怪自己。第5幕：結語。小投資人下山前，老和尚對他說：市場的苦你躲不掉，市場的亂你可以不被捲走，這就是苦地，也是紀律。從那天起，小投資人雖然還是會遇到回檔、震盪、套牢，但他心裡不再慌，因為他知道市場苦是正常的，我有紀律，所以不害怕。故事2：2個獵人與無常森林。從前有2座相鄰的村子，村外是一片巨大的無常森林，森林裡有珍貴的藥草和獸皮，但地形複雜，天氣瞬息萬變，還潛藏着看不見的沼澤與猛獸。2個村各有一位年輕的獵人，阿樂、阿苦，他們都聽說了森林的寶藏。阿樂，他聽到的都是寶藏傳說，心想這一定是片福地。他帶着輕便的裝備，興高采烈地衝進了森林。阿苦，他出發前先去拜訪了村裡最老的獵人。老獵人只說了一句話：孩子，那森林的本質是無常與危險，記住，你的第一個獵物不是野獸，是平安歸來。第1章：面對現實，苦地的顯現。森林果然變臉，一場毫無預兆的暴雨傾盆而下。阿樂，他沒帶蓑衣，被淋得渾身濕透，又冷又氣。他咒罵：這該死的鬼天氣！他看到一處低洼地似乎可以躲雨，急忙跑過去，卻一腳踩進了冰冷的沼澤，
虧損，差點沒能爬出來。阿苦，他想起老獵人的話，森林的本質是無常，所以他平靜地穿上備用的油布衣，風險意識，找了棵大樹下穩固的高地，安全邊際，靜靜等待。他知道暴雨是這森林的一部分，它會來也會走。第2章，不同的反應，紀律的萌芽。雨停了，兩人繼續前行。阿樂變得急躁，想彌補損失。這時他看見遠處樹叢有金光閃爍，熱門題材，暴富傳說。貪念大起，不管不顧地追了過去，結果那是一隻猛獸布下的誘饵，他差點丟了性命，巨大虧損。阿苦，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先用木棍探測前方，研究與分析。他記得老獵人的第2句話，你的敵人不只是野獸，更是你心裡的貪婪和恐懼。當他也看到那點金光時，他心跳加速，但立刻停下，對自己說，這是貪婪在叫我，我的目標是平安地帶回藥草，不是追逐幻影。他繞開了誘惑。第3章，結果與傳承。日落時分，阿樂衣衫襤褸，滿身泥濘，兩手空空，內心充滿了懊悔、憤怒與不解。為什麼我這麼倒霉？他沒看到森林的本質，只看到自己的傷痕。阿苦背着一筐扎實的藥草，雖然不多，但足夠安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對森林的脾氣、市場規律和自身的弱點、情緒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阿苦回到村子，老獵人問他感受，他說：爺爺，我明白了，您說的森林的本質是無常與危險，就是苦地。他不是在嚇唬我，而是在保護我。正因為我接受了這個苦的現實，我才會提前準備油布衣，資產配置，保留現金，用木棍探路，深入研究，不懂不做，識破內心的貪婪，遵守紀律，不追高。這些紀律不是束縛我的繩子，而是我在認清森林真相後，自然為自己穿上的盔甲。老獵人欣慰地笑了。現在你看到了真正的寶藏，它不在森林深處，而在你如實看見並如實行動的心裡。苦地，森林的本質不是消極的抱怨，而是最積極的清醒。阿樂否認他，所以他在與幻象作戰，屢戰屢敗。阿苦接受他，所以他與真實共處，步步為營。投資紀律不是別人給的教條，而是你在認清市場如無常森林，我自身有貪懼弱點這一雙重苦的真相後，內心自然生發出的最理性、最有效的生存法則。深刻的痛苦認知，苦地才會產生強烈的自我保護渴望，自然催生堅不可摧的行為準則。紀律是智慧在認清世界真相後為自己點亮的一盞燈。這盞燈首先照亮的是腳下的荊棘苦，然後才指引出安全的路徑。道，老獵人將葉子輕輕放在年輕人手中，說道：孩子，這片無常森林或我們人生與投資的每一步，真正的寶藏從來不在最深處。最大的寶藏是你在認清路途艱險後依然願意前往的勇氣，是你在風雨雷電中為自己點亮的那盞名為紀律的心燈，更是當你平安歸來時那顆變得更加澄明、柔軟與自由的心。願你看得清世間的無常苦，因而懂得敬畏，認得清內心的風浪急，因而生出智慧，見得牢護身的盔甲道，因而走得穩健，回得到安寧的所在滅，因而活得自在。投資如是，人生亦如是。這片葉子給你，它不是護身符，而是一個提醒。無論森林多麼深邃，你的清醒與平和才是永不迷失的歸途。祝你一路平安，內心富足。年輕人握着葉子，看向森林，又看向自己來時的路。他第一次覺得，出發與歸來，原來可以是同一件事。故事完，祝福史。